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最近 Sleepida 丧尸宇宙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疯狂了，有很多相当炸裂的剧情需要解析。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核心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如何去正确使用这些核心的力量。但随着我们了解的越多，带来的困惑和更多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这期视频我将讨论第35集、第36集以及第10季新增加的秘密场景，所有的隐藏剧情和细节彩蛋。无双战神会被瘟疫医生占据身体吗？还是说他能够找到一种克服危机的方法？斧头骑士再次出现，他对于这些力量核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G-Man 为了胜利战斗到最后一刻，濒临死亡的他能否再次活下来？女影响人再次出现，她身上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联盟的团队这次来到了被感染的马桶人基地，这里也是紫色核心的所在地。联盟成员在这里战斗时将会面对什么可怕的存在？大家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精彩部分，请务必观看到视频最后。在观看最新剧集之前，先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上一集发生的事情，以便那些新来的朋友理解起来不那么困惑。在第34集时 ，G-Man、泰坦电视人还有泰坦三人在进行战斗，三大泰坦的战斗相当激烈。最有看点的是，他们并没有形成联盟来对抗第三方，而是彼此各为阵营，在相互攻击。刚开始他们互相攻击，难分伯仲。接着泰坦电视人用能量光束击倒了 G-Man， 并且连续对 G-Man 进行攻击，都被他完美的化解。这些电视机都被 G-Man 用宝剑击碎。然而旁边的泰坦三人看不下去了，又开始攻击泰坦电视人。这个攻击方式非常独特，竟然把泰坦电视人的灵魂都从身体里打了出来。这就是泰坦三人创世核心的力量。当然，灵魂状态下的泰坦电视人是清醒的，虽然他的身体被感染，但是灵魂却并没有。于是就恳求 G-Man 摧毁他。他不想让自己屈辱，也不想伤害自己的盟友。接到请求后的 G-Man 决定帮助泰坦电视人一把。现在的情况下，想要营救被感染的泰坦电视人已经不可能了，只能把他给彻底摧毁。丧尸泰坦电视人开始继续战斗。我们看到 G-Man 展示了非凡的力量，同时控制好几把剑插入泰坦电视人的身体，把他死死定在地上不能动弹。然而接下来 G-Man 将会面临非常严酷的局面，泰坦三人和丧尸泰坦电视人竟然开始一起攻击 G-Man， 这让 G-Man 腹背受敌，身体都被他们的武器贯穿了。还好在关键时刻，他的好朋友主宰者前来帮忙，才让 G-Man 脱离了危机。接下来 G-Man 彻底爆发了，开始对丧尸泰坦电视人发动了非常猛烈的攻击。为了能够彻底摧毁他，已经把他差不多大卸八块了。然而在瘟疫医生的操作下，丧尸泰坦电视人以一种更加可怕的形式得到了全面进化，变得更加黑暗和邪恶，同时他的实力也增加了好几倍。他已经脱离了泰坦电视人的框架，变成了一种新形态的可怕生物，直接缠绕住 G-Man 的身体，让他动弹不得。接着可怜的主宰者也遭到攻击，看着自己好朋友被攻击，奄奄一息的样子， G-Man 内心的触动非常大，在悲愤交加下，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G-Man 发动了他的大招，注意看 G-Man 发动的这个大招。其实是致敬，想要成为影之实力者这部动漫和里面的主角的大招差不多一样。接下来就是第35集的剧情解析了。丧尸宇宙第35集剧情解析。从 G-Man 发动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波动非常大，周围都受到了影响。当他发动完这个大招后，直接就瘫痪在地了。看起来 G-Man 已经耗尽了他身体内的大部分能量，他的剑已经跌落在地，并且跪倒在地上，同时还在不断咳嗽着。所以我们推测，刚才 G-Man 发动这个大招，确实是从他身体里吸收掉非常多生命能量。说白了就是 G-Man 在用自己的生命战斗，并且我们注意到他的脸部受伤相当严重，他的身体变得虚弱不堪。此时 G-Man 看下了自己的战友。太空主宰者彻底被摧毁，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接着是进化后的丧尸泰坦电视人，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没想到 G-Man 发动了如此强大的一招，依旧没有彻底把他给摧毁，只能说再次得到进化后的丧尸泰坦电视人实力也太强大了。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他会卷土重来发动攻击，连 G-Man 都彻底无语了。我都已经拼尽全力去战斗，依旧无法摧毁掉他，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已经尽全力了，能量即将耗尽的，我已经不可能再次进行战斗，于是就靠在墙上，看起来非常疲惫和无力。在这里我还要提一句，当时在打斗的过程中，主宰者把泰坦三人推到了外面，所以 G-Man 发动的最强一击并没有波及到泰坦三人。不是我打不过他呀，是他实在太强大，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谁来支援我一下呀？没想到无双战神和光头马桶来到了这里。这个光头马桶在之前的海底世界和无双战神一起行动，我们注意到他也配备了一些武器，不过这些武器也就是小打小闹，可以对付那些强大的敌人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再来看一下无双战神，由于他之前的手臂断掉，现在被安装了一个机械手臂，并且身后还背着斧头。之前骑士把斧头给了无双战神，不过我们注意看这把斧头的样子，损坏相当严重。当他们两个前来支援时， G-Man 看到后也欣慰的微笑。
此时大家好像注意到了什么东西，于是就抬头看向天空的方向。接着我们看到泰坦塞人从空中飞了过来，很明显他没有放弃战斗，依旧想要攻击，并且已经开启了他的手臂武器，瞄准了下面的目标。就在他马上要发射的时候，太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黄色的传送门，直接把泰坦塞人给传送走了。泰坦塞人目前感觉就如同一头苍蝇一样，看到谁都想要过几招。然而他真的没必要和联盟进行大战呀，希望再次见到泰坦塞人的时候，不要再和联盟发生大战了，最好是能够一起携手来对抗瘟疫医生。这一切都是谁做的呢？原来是骑士来到了这里，为了避免泰坦塞人再次和大家交战，就直接把他给传送走了。接着我们就看到骑士登场了，他一登场就说了好几句关键的话：你没有正确使用 X18，如果你再次使用 X18，他会杀死你。频繁使用 X18会杀死核心。我们看一下此时的 G-Man 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为了战斗的胜利，好几次都濒临死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都是因为 G-Man 强行开启 X18能量的原因，没有正确的去使用 X18所带来的反噬。由于 G-Man 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这种情况，他如果再次使用 X18，就会彻底的死去。用这种高强度的方式频繁的使用核心，将会耗尽其使用者的能量。不仅如此 ，X18的核心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是损坏。在丧尸宇宙中 ，G-Man 被营造成了非常勇敢、善于战斗的超级英雄。这次他虽然受伤相当严重，但我敢肯定，他依旧不会就此死去。骑士来到这里就是提供帮助的，所以我们不会失去 G-Man， 这个大家请放心吧。骑士走到了无双战神面前，准备拿回自己的斧头，结果看到斧头被损坏的很严重，还冒着电光。骑士看向了无双战神，我们注意看无双战神的动作，他也相当不好意思呀，人家把斧头借给他使用，结果他把别人的武器给玩坏了。随后骑士拿过了斧头，然后说道：需要特殊的拥有者，就做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竟然把斧头给弄成了两半。他这是要干什么呀？原来他是想要取出斧头里面的核心，而这个核心想要发挥最大的作用，就需要特殊的持有者，比如机器人或者一把武器，又或是工作人员。然后没想到再次拿出来一把斧头，并且把核心放入了斧头里面。这些斧头是可以量产的，但是核心只有一个。一顿操作下来，没想到斧头竟然变化了形态，变成了法杖。法杖可以到提取核心。接着我们就看到 G-Man 身上的核心被取出来 ，G-Man 依旧奄奄一息的躺在那里，难免让人担忧。当核心从反应堆飞出来后，就落在了无双战神的手上。为什么要把核心给到无双战神呢？这就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了伏笔，让我们拭目以待。此时无双战神抬头看去，监控人运输机赶了过来，里面乘坐了很多的监控人工程师。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救治 G-Man， 这么多工程师都来了，看来 G-Man 有救。此时的工程师已经来到了 G-Man 的脸部位置，我们注意看这个工程师用听诊器在检查 G-Man 的状况，他竟然用听诊器听的部位是 G-Man 的嘴部，难道是想听一听 G-Man 吃了什么东西了吗？注意看他的手势，这说明什么？说明 G-Man 得救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办法来拯救 G-Man。我们还注意到了工程师的头部有编号。这个时候大家都围着无双战神，我们看到了一个拿着盾牌的角色，上面有 Police 的标志。这个突变体在原版剧情中出现过很多次，是一个相当强大的角色。无双战神手中拿着平板展示给骑士看，屏幕中显示了一个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当骑士看到这个坐标后，用斧头划破了虚空，接着他们进入虚空隧道，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坐标所在的位置。那么紫色核心是否隐藏在这个地方呢？注意看前面有3个非常大的马桶雕像，这个场景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在 Skibidi 原版剧情里第67集剧情中出现的场景一样。看来他们这支小队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基地内部进行深入的探索。在原版剧情里，无双战神小队来到了基地内部，结果发生了非常多可怕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除了粉袖哥活了下来，其他人都无一幸免。那么在丧尸宇宙中，无双战神最终能否活下来？无双小队开始缓慢地在这个地区进行移动，竟然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机器人，但是目前已经失去了能量和动力，并且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此时整个场景非常安静，安静的让人不安。难道这就是暴风雨来临时的宁静吗？突然无双战神的脑袋发生了一些情况，瘟疫医生竟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无双战神用拳头竟然想要攻击光头马桶，把这个大光头吓了一跳。这说明什么？说明瘟疫医生竟然可以控制无双战神的行为，不过目前还不能完全控制。之前瘟疫医生给无双战神注射了绿色液体，虽然被骑士给切断了手臂，但还是有一部分流入了无双战神的身体里，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现在瘟疫医生竟然可以尝试控制无双战神的行为了，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试想一下，如果瘟疫医生成功控制了无双战神，对于联盟来说是灾难性的。这一幕也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伏笔，无双战神成了瘟疫医生埋下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对联盟做出来不利的事情。接着突然一
一个木头箱子掉落下来，我们看到了女音响人。这个小可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此时的女音响的身体上竟然被画了一个绿色的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也不难猜测，由于音响人种族的叛离和联盟形成了敌对关系。然而女音响人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想站在联盟的对立面，于是就被音响人种族给抛弃了，并且在身上做出了这个标记。由于联盟对于音响人种族的叛离是非常敏感的，哪怕曾经女音响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好，也要有所防备。无双战神虽然信任女音响人，但是为了队友的安危，还是让女音响人保持距离，先搞清楚状况再说。然而下一秒，有一个奇怪的身影一闪而过，难不成这里还有其他可怕的存在吗？这个时候，监控人特工前往查看情况，前面有奇怪的声音。当他打开盒子查看时，没想到竟然是寄生虫，关键还是被感染了的寄生虫。我的天呐，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惊了！被感染的寄生虫直接就攻击了监控人特工，大家看到这一幕都非常的吃惊。接着监控人特工就被感染了，不过没什么战斗力，轻松被解决掉。然而危机才刚刚开始，成群结队、数量众多的寄生虫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密密麻麻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无双战神直接看傻眼了，其他人都赶快逃跑。只有无双战神待在原地不动，当他反应过来后，也赶快逃离这里。面对数量如此多的寄生虫，选择硬刚肯定是不明智的选择，还是先逃跑吧。这个警员突变体发射了大量火箭筒，在寄生虫身边引发剧烈爆炸。当大家逃到安全区域后，无双战神拿出了核心看了一眼，然后又看向了这个双头机器人。此时成群结队的寄生虫也攻打了过来，情况危急下只有一个选择，无双战神把核心扔向了双头机器人。这时我突然想到其实说的一句话，想要利用好核心，必须要有正确的使用者，其实就有机器人这个选择。得到核心后的双头机器人肯定会变得非常强大，让我们期待下一集的剧情到来。接下来，作者发布了第10季所有剧集的合集，其中还添加了新的秘密场景。这个场景差不多1分钟，实在是太疯狂了，也有一点小可怕。如果胆小的观众还是慎重观看。接下来，先让我们看一下新增加的秘密场景，然后我会对这个剧情进行解析。Scientist,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It was you who created me. So you killed me. Iris will make you perfect. I understand that it hurts you, but believe me, it will hurt even more. 想必大家都看完了，有没有被吓到？这个秘密场景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丧尸宇宙系列里极其重要的信息。当然，大家肯定也有非常多疑惑的地方。被感染的科学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个秘密场景中，到底给他注射了什么新病毒？他出现的幻觉又意味着什么呢？温医生在这件事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和G-Man又有什么关系呢？并且这个秘密场景揭露了很多我们之前所不知道的真相。我们看到了一种紫色的液体注入到了丧尸科学家的身体里，这是一种新的病毒。此时的丧尸科学家就如同一条鱼一样，躺在手术台上，没有任何办法和反抗的能力。我们看到他的左眼依旧是红色的激光眼。接着我们在上方看到了一个类似于手术台的灯，照在丧尸科学家的身上。在之前的剧情中，我们看到瘟疫医生研究出一种绿色液体，把它注射给了无双战神，还有泰坦电视人。那么接下来泰坦电视人变成了非常可怕的生物，而无双战神也是受到了影响。不过目前还不明显，这个紫色的液体可能带来的作用将会更加强大，并且我们注意到这个紫色液体是有名字的，这是一种蝎子的病毒。在之前的电视人拥有了类似于蝙蝠的变异能力，那么给丧尸科学家注射这种蝎子的病毒，也就能够猜测到丧尸科学家将会得到进化，拥有蝎子的强大能力。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丧尸科学家不是在第24季中被摧毁掉了吗？怎么还活着呀？如果我们注意到在第8季的秘密场景中发生的事，就知道答案了。看到这一幕，想必大家也猜测到被摧毁的只是丧尸科学家的傀儡身体，真正的丧尸科学家已经逃跑了。这个傀儡身体虽然被 G-Man 给摧毁了，本尊却没有死去。在原版 Skibidi 剧情里，为了彻底消灭 Skibidi 科学家，联盟也是想了各种办法，最后3个女精英干部进入到傀儡身体内部，才把真身给逼了出来，最后彻底的消灭掉了他。
在丧尸宇宙中，丧尸科学家给设法逃脱掉。虽然 G-Man 也注意到了科学家逃脱，却没有选择追击，因为他还是抱着一丝丝希望，被感染的科学家能够被治愈。G-Man 并不想科学家真正的死去。当丧尸科学家逃脱掉后，又返回了瘟疫医生的巢穴。被感染病毒后，他们全部都听从瘟疫医生的命令，他们就如同木偶一样，根本就无法反抗。瘟疫医生甚至可以操控他们的行为，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第35集中，我们突然看到无双战神不受控制。不过目前无双战神的症状还比较轻，病毒还没有彻底恶化。由于 Skibidi 科学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瘟疫医生肯定还会继续做实验，研究出更加强大的丧尸科学家，于是就给他注射了蝎子的病毒液体。我们看到科学家非常的痛苦，但是没有任何办法，目前没有人能够解救他，这就是他的宿命。接下来他开始产生幻觉，当大门打开后，有一个人走了进来，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依旧在试图和病毒做斗争。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一幕，当被感染的泰坦电视人灵魂出现的那一刻是清醒，这说明病毒是不能侵染灵魂的。科学家的身体被病毒感染，但是灵魂依旧是清醒的，他在记住一切的同时，试图想要终结。当他从幻境中看到了 G-Man 的人类形态，前来看他，并且对他说话，你知道的，科学家，你比你想象中更强大。此时的科学家也清醒了一点，竟然不敢想象眼前看到的一切，其实这一切都是他看到的幻境。接着 G-Man 又说话，是你创造了我，所以你杀了我。这个病毒会让你变得完美，我知道这会伤害你，但是请相信我，你会更痛苦的。从对话中我们得知 G-Man 之前是人类，是因为科学家的实验才变成了 Skibidi 的形态。科学家的内心依旧非常自责和内疚，所以幻境中才出现了这个画面。科学家看到的这些画面都只不过是幻境而已，这一切都是瘟疫医生在作怪，目的就是想顺利的让科学家进行转化，让他彻底屈服于病毒的影响，变成可怕的怪物。伪装成 G-Man 的瘟疫医生还告诉科学家，这种病毒会让你变得完美。当他拿着注射器对着科学家注射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瘟疫医生的样子，所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瘟疫医生安排的谎言，目的只有一个，不让科学家的内心抵抗，顺利的完成病毒注射，然后进化出来一个更加可怕、实力更加强大的丧尸科学家。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变得有多可怕呢？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吧。接下来是第36集的剧情解析。由于无双战神小队遭到了大量寄生虫的袭击，而且这些寄生虫全部被感染，比之前的实力更加强大。现在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把核心扔给了那个巨大的怪异机器人。当核心融入身体内部后，这个怪异的机器人直接复活了过来。机器二人组的样子相当诡异，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并且他们眼睛的颜色还不太一样。拥有一个巨大的核心反应堆，也配备了很多激光炮武器，能够控制机械触手行走。当他醒来后低头一看，竟然看到的是光头马桶。光头哥给他指引方向，接着扫描到了数量众多的寄生虫已经袭击了过来。看到这么多寄生虫，这个机器人竟然表现得非常兴奋，就好像看到了美味佳肴，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样。接着开始用机关枪对这些寄生虫进行扫射，控制巨大的机械触手抽打地面上的寄生虫，把这些寄生虫都抽飞到了天上。随后发动了核心反应堆的能量，竟然喷射出大量的火焰，对这些寄生虫进行烘烤。然而更加离谱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寄生虫被他抓了起来，他盯着这个寄生虫，露出了迷之微笑，随后就把它放在嘴里给吃掉，就如同吃小零食一样。当吃完这个寄生虫后，他们两个还换了一下位置。作为机器人，竟然吃寄生虫，还吃得津津有味，继续控制机械触手发动了攻击。此时其他的联盟成员和马桶特工也在和这些寄生虫在战斗。这些寄生虫虽然体型比较小，但是数量多，行动非常灵活，如果被近身了，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我们通过无双战神的第一视角来观察他如何进行战斗。手持一把小手枪，枪法非常准，一枪一个寄生虫。无双战神这枪法简直是神枪手。就在他打得正在兴头的时候，突然手枪不受控制对准了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着手枪直接飞了出去，原来是女音响人隔空取物，也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枪法。我们注意看，女音响人其实已经有一把枪了，她还要抢无双战神的枪，主要是看到无双战神在耍帅，她也要耍一波帅，毕竟谁都想耍帅嘛，风头不能被无双战神一个人占据。不得不说，女音响人这攻击姿势更具有欣赏性，双手持枪在攻击寄生虫的同时，还不断变换姿势，再加上她那完美的身材，谁又能不喜欢呢？那你赶快把她娶回家当老婆吧。那问题来了，在丧尸宇宙，谁和女音响人的关系最暧昧呢？这里还有一个特显镜头，当子弹进入寄生虫的脑袋后，并没有引发爆炸，而是产生了大量的电流，这导致寄生虫直接丧失了攻击的能力。此时的无双战神又换了一把武器，这把武器要比小手枪的威力更大一些，并且这把武器还按照了自爆装置，当没有子弹的时候，还可以选择自爆，按动红色按钮，开启了自爆模式，直接插入寄生虫的脑袋，在倒计时结束后就引发了剧烈爆炸，整个打斗场景都非常炫酷，其实是参考了《坏男孩》电影系列的第4部。无双战神看向了机器二人组，他们依旧在品尝寄生虫，吃得津津有味，很符合他们的口味。此时机器二人组也注意到了无双战神，并且对联盟小队进行扫描。
竟然提示无双战神是敌人，而另外一个女音响人身份不明。这里说一下为什么机器人判定无双战神是敌人。很多人认为机器人之所以把无双战神判定为敌人，是因为无双战神属于联盟阵营，而机器人是马桶阵营制造，于是就判断无双战神是敌人。但是从无双战神给他竖起大拇指来看，无双战神并没有把他当作敌人，所以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联盟和马桶阵营已经结成联盟了。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女音响人也必然是敌人，但却显示身份不明。之所以把无双战神看作是敌人，可能是因为此时的无双战神已经被感染，只不过感染的还不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会在某一天发作，身体彻底被瘟疫医生给控制。机器人能够察觉到这一切，所以就检测出无双战神是敌人。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时马桶阵营在创造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和联盟还是敌对关系，并没有走向联合，所以当机器人启动后，就把无双战神当作是敌人了。大家觉得哪种可能性大一点？为什么检测到女音响人身份不明呢？女音响人很可能和音响种族的观念不同，于是就被抛弃掉，所以她的身份不明。还有一种可能，当机器人扫描被感染的寄生虫时，也显示身份不明，那是否说明女音响人也被感染了呢？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女音响人也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而其他两个马桶成员那就不必多说了，肯定是战友了。接着机器人就对他们发动了攻击，无双战神也非常纳闷，你怎么就突然攻击我呢？我们可是盟友呀，还要一起对付瘟疫医生呢。如果不是我把核心扔给了你，你还在那瘫痪着。光头哥也示意机器人不要再打，都是自己人。然而机器人根本就不听他的，直接朝着无双战神冲了过去。完蛋了，前面没有路了，这可咋整呀？无双战神此时被逼到死角了。当他转过身来时，机器人已经攻打到了他的面前，对他露出了毛骨悚然的微笑。就在这关键时刻，突变警员飞了过来，飞到了机器人的身后。他要干什么呢？肯定是在找开关，想要把这个机器人给关闭了。如果再不赶快阻止这个机器人，那无双战神就要完蛋了。他非常的勇敢，把手伸进去，想要取出 X18 核心。最后他也是成功把 X18 给取了出来，但由于他并非机器人，所以受到了 X18 的反噬，在疯狂的吸取他身上的能量，最后不得已只能自断一臂。无双战神得救，对他竖起大拇指，表示对他的感谢和敬佩。在原版剧情中的突变警员和联盟可是死敌，他们发生过很多次战斗，每次都是打得一场凶残，在丧尸宇宙中却成为了互帮互助的好兄弟。经过了寄生虫和机器人危机后，无双战神的小队终于来到了洞穴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克服你的恐惧。这里还提示不要进去，说明洞穴里有非常可怕的存在，会非常的危险。然而无双战神的小队还是进去了。洞穴里存在的紫色核心也许能够治愈丧尸病毒，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和退路，只能迎难而上。接着整个洞穴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通道，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应该从哪条道走。于是无双战神安排大家每个人选择一条路，大家就继续深入洞穴了。无双战神选择这条路，上面的牌子又写着克服你的恐惧。此时的气氛相当诡异，无双战神总觉得后面有人跟踪他，当他回头看，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接着他又继续往前走，然而下一秒，他的身后真的出现了一个黑影。这个黑影竟然在空中飘着，并且有一个粉色的核心。无双战神接着继续往前走，但总觉得不对劲，于是走了几步就向后看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就出事了。黑影直接攻击了无双战神，这一幕实在是太吓人了，有种看恐怖片的感觉。当黑影露出他的真面目后，竟然是瘟疫医生面具的样子，应该不是瘟疫医生本人。接着又变成了丧尸戴夫的样子，整个画面相当诡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个洞穴可以折射出无双战神内心的影像吗？由于无双战神确实是被感染，他之后是否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一幕相当诡异。当我们回头再看进洞前的提醒，克服你的恐惧，突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紧接着无双战神就一拳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给轰散了，说明他的内心非常坚定。紫色的核心依旧在洞穴内，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得到它。此时我们看到了这个马桶哥，他也选中了一条路前进，可紧接着前方没有了路，再继续往前走就会掉入万丈深渊。随后他听到身后有异响，扭头看了过去，看到一只诡异的手做着可怕的动作，又是这个之前攻击无双战神的黑影，此时来攻击马桶哥了。可怜的马桶哥瞬间被石化了。光头哥也登场了，不过按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估计光头哥也难逃此劫，看来离下线也不远了。紫色能量核心应该是可以成功获取，代价就是无双战神小队都将牺牲掉。让我们期待下一集的剧情吧。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太不容易了。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还算满意，请务必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这对大家绝对不亏。我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创作更多大家喜欢看的视频。